中程僚机是指具有一定自主性，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，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的无人机。中程僚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，具备很强的态势感知能力，可按照预设程序自主飞行，也能在有人机飞行员控制下遂行任务。在作战的关键时刻，中程僚机可挂载不同的任务载荷，进入敌方威胁空域执行任务，使有人机处于免受敌方威胁的安全空域，甚至可以自杀式攻击来保护有人战机。近年来，中程僚机逐渐成为高端无人机的发展热点，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无人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22年中国航展上，首次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的飞鸿 97A 中程僚机系统，正是基于这种前沿作战理念而研发的一款新型自主无人机编队系统。飞鸿 97A 装配2台发动机，飞行速度、机动性和可靠性提升。机头增加了光电追踪和瞄准系统装置，除了支持传统的跑道轮式起降，该型无人机还可在特殊状态下采用火箭助推方式进行起飞，并进行拦阻回收。要想成为一架合格的中程僚机，至少要具备这样几个要素：第一，听话。长僚机有明确的任务区分，长机下达命令，僚机执行。第二呢，它要能够与长机进行同步机动。目前看珠海航展所呈现的飞鸿 97A 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。从气动布局去分析，跟那个修真版的歼20差不多啊。而且从公布的数据去看，无论是它的飞行速度、飞行的机动能力，包括各种打击能力，完全能够符合基本需求。所以它的速度能跟上，大过载也能跟上。关键是携带的各种武器装备，包括通过网络化的这种指挥，能够在预定空间范围内对目标发动攻击。但是关键是能飞多快，能飞多低，还有多大过载，它只是物理性的。最核心的还是通过网络化的指挥系统和平台，沟通长机和僚机之间的联络，而且长机的命令包括各种意图，快速、准确、无误的到达飞鸿97之后，就能够形成作战能力。所以不光看外形，也不光要看它的飞行品质，关键是看不到的东西，有可能更加决定你到底是不是一架合格的中程僚机。中程僚机不仅是飞行员的智能助手，更是战斗机的空中弹药库。飞鸿 97A 的内埋弹舱可携带数枚空导弹或巡飞弹，机翼下方和机腹也具备扩展挂载能力，可以按任务需求挂副油箱、空导弹、精准制导空面武器和电子战吊舱等多种装备。此外，它还具备较好的抗干扰能力、低可探测外形和智能机动规避能力，表现出较强的战场生存能力。智能化战场上，中程僚机的应用场景有哪些呢？可与特种飞机开展协同侦察，通过事先前出，提前发现潜在地面或空中危险目标，提供预警，确保特种飞机及早规避航路。可与战斗机协同开展防空压制，通过携带电子侦察和干扰载荷，对敌进行抵近侦察和干扰，从而保障战斗机突防。也可以对重要无线电基础设施实施持续干扰，从而瘫痪敌方防空体系，甚至能与战斗机开展协同瞄准，在空战中携带侦察载荷。在飞行编队之前先行迎敌，通过光电或电子侦察等无源交叉定位手段，探测敌方空中目标，为己方战机提供目标的火控及制导数据，引导有人战机先敌开火，摧毁敌方空中目标。有分析认为，中程僚机可能改变传统的空战模式，改变原有的战机编队远中近距空中交战模式。中程僚机的加入将会让空战规则发现重大变化，数量大概是第一个变化。今后的作战方式和空战方式是1+N。如果有众多的僚机在长机周边，凭借信息化体系进行相互勾连，那么关系将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。第二呢，战术会发生调整。
像之前的僚机就是跟在长机的后方，掩护长机。今后长僚机的位置会发生大的调整，那么僚机有可能不仅在后方，前后左右都有，上下都有，所以它对长机的保护是360度空间。面对对方的对空火力，那么它可以使用空对空火力打得对方的目标，同时呢，还可以使用空对地的武器对高危地带内的雷达系统，包括导弹系统进行高效清除，这样它所形成的能力叫清道夫。所以从空战模式去分析，今后呢，长僚机配合有可能是个编队作战，不是之前我们单纯意义上的格斗的长僚机配备。如果有了这种编队，特别是混合编队，那么它所形成的这种对空对地，包括其他能力将会更加突出。在编队内，它能够形成一个小而全、小而强的一个作战编组。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，还催生出另一款新概念武器——巡飞弹。巡飞弹又叫游荡弹药或机弹一体的自杀式无人机。它既能像无人机那样在任务空域长时间巡航并执行多种任务，也能像制导炸弹甚至导弹那样迅速抵近并精准打击目标。巡飞弹可以看作是现代无人机技术、复合材料、精准制导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。近年来，巡飞弹已经出现在多个军事热点地区。巡飞弹呢，的确是一种新质作战能力，也是一种新型武器装备，在空中能够待机，能够识别目标，能够准确攻击。那么这种武器装备实际上可以对地面火力支援方式起到重大变化。那么巡飞武器装备，它的发射单元很简单，就是个马蜂窝啊，就是一个小的集装箱，各型的拖车都可以携带。两种打击方式，第一呢是发现级攻击，第二呢是盘旋压制，就是说呢，如果在40公里范围内发现目标，发射巡飞弹就可以直接对目标发动攻击。另外一种呢，射程略长，加装发动机和燃料以后，在目标区域可以盘旋，即使没有发现目标，凭借巡飞弹在空中的这种巡航能力，对方也不敢抬头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它对目标所形成的打击能力将会出现史无前例的变化，特别是巡飞压制，它可以在不摧毁对方装备、不杀伤对方人员的情况下，让对方的行动完全会被冻结，所以它的打击模式和打击方式将会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。如果在海上空中也沿用这种方式，那么整个战场将会被火力严密包围。巡飞武器装备的发展，对于改善地面火力支援、改变打击模式将会发挥重要作用。2022年9月。国产巡飞弹飞鸿901发射打击画面首次公开。飞鸿901是飞鸿无人机家族中的重要一员，与大多数巡飞弹一样，重量相对轻巧，适合单兵携带，也可以机载、舰载及车载等多种发射方式投入作战。特别是与飞鸿97A 无人机高效搭配，使敌方防不胜防，难以招架。那么在任务区之前，巡飞弹打出来，到前方去侦察目标，看到的情况返回给指挥车做开始判断，指挥车告诉发射车打击精确打击导弹，相当于是巡飞弹把精打弹召唤过去做精确打击，这样子呢就用比较小的编组车辆，但是能输出很密的一个火力密度，能起到传统的一些武器需要很大规模才能起到的一个作用，因为它打击的精度相当高。随着技术进步，也会有新的技术特点出来。比方说刚才说巡飞弹和精打弹的组合，巡飞弹和无人机的组合，将来会有更多的组合。随着作战环境多样化，然后作战的这个需求多样化，从技术角度来说，可以通过这种组合的技术创新，来解决用户的一些实际的作战需求。而将一群无人机结合在一起，是否能够产生惊人的战斗力，甚至开创一种新的作战模式？依托人工智能、数据链整合以及云计算等技术支撑，同时发射数十乃至上百架无人机，它们自行精准编队、精确分工，同时执行多种任务及多目标打击。这种智能化作战样式就是蜂群战术。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正在摸索的新型无人作战能力。蜂群1号陆战车的作战思路非常先进，
它搭载的固定翼无人机智能化水平很高，具备分布式侦察和饱和式打击能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智能控制模块的加持下，这些无人机已经变得非常聪明，能够实现分工协作。有些无人机负责侦察，有些无人机负责干扰诱骗，有些无人机负责打击，整个蜂群形成有机配合，而且单人就可实现对多辆车同时发射的多达200架固定翼无人机集群进行任务的管理和控制，真正做到了一辆车就是一支队伍。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在无人机蜂群领域走在了世界前沿。无人机的集群作战叫蜂群作战，未来呢一定会成为一种可选择的作战模式。目前无人机在作战行动中出现的非常快，臂慢小，对方的识别跟踪包括毁伤非常难。但是仅靠单一的无人机作战，总有一天会被对方识别，也会被对方捕捉，更容易被对方摧毁。但是对于集群作战，对于大规模、不同方向、不同速度、不同种类的无人机，要想完全防范，难度极大。这种方式将会让整个防空系统陷入到一个极端饱和状态，不仅看不清，也打不着。所以这种方式如果和地面的无人车以及水面的无人艇相互组合，那么它所形成的立体、高强度、超负荷的打击能力，将会让所有的防空系统陷入瘫痪状态。无人机家族中，还有一批专门针对特殊需求、特殊环境研制的无人装备，它们就是特种无人机。在2022年中国航展上，全球首款4发大型无人机双尾蝎 D 首次公开亮相。4台发动机使得这架无人机具有了更强的动力和更高的安全性。双尾蝎 D 长10.5米，翼展达到20米。强大的货物运输能力体现在它拥有非常宽敞的装载空间，能装载1.5吨的货物，最大航程更是达到了6000公里。中国首款 TD550 高原无人直升机，专门针对高海拔的高原环境进行设计。它能够在海拔6500米的高原飞行，具有很高的操纵功效及很强的机动特性，在高原物流运输、医疗物资投送、应急救援、化学侦察、核辐射侦察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这架无人机可以在高原地区运输120公斤以上的物资。我们采用了高海拔地区专用的航空发动机，它的功率特别大，可以轻松的实现高海拔的起降。同时，我们在复合材料方面成功的应用于我们的桨叶和机身，它能够快速的适应我们这种高海拔地区的复杂气候环境，可以实现自主起降、应急返航。体型便携小巧的蜂鸟无人机可以说是战场尖兵，巷战神器。这种口袋型无人机小巧轻盈，便于携带，部署方便，是单兵作战的得力帮手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它体内有着上千个器件和各类先进的电子系统，装备了激光雷达、高精度的 GPS 接收装置、高清摄像头等，具有极强的侦察能力，可以对城市巷战中的步兵实施精确侦察，提供详尽的实时的数据，是不可多得的战场侦察利器。未来随着技术发展，我国无人机还会呈现出很多方式。第一，微型无人机，今后无人机有可能是从大的极端向小的极端过渡，因为这些装备呢，个头很小，要想对它进行侦察预警难度极高。这种无人机今后在渗透侦察，包括特战袭击过程中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。第二是仿生无人机，今后如果通过改装无人机形成和飞鸟、昆虫，包括这个海洋生物相当的一些这个形态，你很难区别它到底是真生物还是假生物。而且这类无人机的渗透行动，对方几乎没有任何察觉。另外呢，就是多栖无人机，今后无人机如果呈现出在水面就是一条船，在水下就是一个无人潜航器，但如果需要，它就可以从水下飞到
空中形成这种无人艇和无人机之间跨介质的转变和交互。那么这种隐身能力和打击突然性将会大幅提高。所以现在无人机除了追求速度、隐身外形，包括这个精确化之外，那么其他方面的观察我们要更加深入。所以未来的几年，一些看不到的发展方向，特别是意想不到的发展模式，会成为无人机的发展中。抵达真位进行侦查。侦查、打击、干扰，人民军队的无人机种类不断丰富，高空、中空、低空，作战范围全部覆盖。作为心智战斗力，这些无声战友能执行多种作战任务，成为新。无侦8无人侦察机可对敌防护严密的战略战役目标实施有效突防，利用配备的侦察设备获取高分辨率目标图像。无侦10无人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无人电子侦察机，主要用于遂行电子侦察任务，可对敌方雷达信号进行侦收和定位。攻击11无人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，具有隐身性能好、持续时间长、攻击精度高等特点，可遂行制空突击、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。反辐射无人机能够压制攻击敌防空系统中的雷达系统，具备压制敌预警探测和指挥通信系统的强大功能。人民空军的无人机飞高原、跨远海、越丛林，在复杂环境中创新战术战法，在信息战等战斗中展露锋芒。而对于人民空军驾驶最先进战机的飞行员，在歼20等新型战机快速形成战斗力的同时，也紧盯未来战场，探索研究无人机作战问题。未来的无人机的一个大发展的一个时代，有人机在未来的作战过程当中，它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角色？无人机在未来作战过程当中是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角色？就是说我们在未来的这种战场里面，有人机和无人机怎么样去配合，达成怎么样一个战术目标和战术目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很多的歼20在不同的位置，它会形成一个立体的网，形成一个立体的网，就让我们的整个战场态势更加透明。如果一个人带4个无人机出去，我不同的阵位上，我的扫描空间更广，这样而且我的威胁感知也会来得更清晰。我的核心目标是远处那个更大的地面目标。未来的飞行员就要想着我怎么去，我们通过配合有人机、无人机。真正未来无人机的发展，它一定是要走自主型的道路，就是它自己有眼睛，它可以看到地面、空中、海上的情况，自己能够判断哪个地方是我最佳的飞行的航线，自己会进行选择，对下面的目标我该打哪一个，先打哪一个，后打哪一个，在什么时候它会自动启动那个攻击程序，对目标实施攻击。那么这种自主型的无人机，这是未来真正高端的智能化无人机的一个发展的方向。侦察、监视、捕获、打击，高速、低速，飞行速度更灵活，对海、对地、对空，杀伤目标更准确。无人机被称作空中幽灵，可决胜千里之外，已经成为现代战场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彩虹10无人机针对舰载的特殊需求专门设计，可在舰艇甲板上垂直起降，再转成停飞，兼具旋翼机和固定翼飞机的优点，同时又适应舰艇的特殊起降场景。彩虹7无人机具有高空高速长航时的特点，特别是隐身，
它的雷达反射面积非常小，在未来战争中，它的隐身能力就代表着它的生存能力。经过20多年发展，彩虹家族不断推陈出新，目前已经拥有超近程、近程、中远程、远程等类型的无人机，形成了完整的无人机型谱系列。2022年中国航展，彩虹家族首次全谱系亮相。无人机会向着高端化方向发展，高空高速隐身这种无人机呢，将来一定会出现。第二呢，无人机呢，将来一定会和智能化的技术呢深度的融合。无人机呢也会向低成本化的方向发展，因为呢，无人机最终呢它是要应用于实战或者是实际的市场应用的。那么在低成本的这种情况下，它会极大的提高无人机的市场竞争力。它可能会成为传统的一些有人机或者是其他场景的一种替代者。首次在2022年航展进行飞行表演的翼龙1E，由全复合材料打造而成，更轻却更为坚固的机体，让它能够搭载种类更多、能力更强的多种雷达和传感器。无论是侦察能力还是作战能力，与翼龙1相比，都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。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的积累，包括翼龙系列，有14万架次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经验，那么这些都有必要把它反哺回我们的这个新的型号，形成我们新的平台。